夜12点加班时，我们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有杀人狂进入大楼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，一时间大家都愣了愣。坐在我旁边的王哥率先笑出来，这是谁搞的恶作剧？就想让咱继续加班是吧？他伸了个懒腰，不管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哥拎包下班，然而40分钟后，一个叫小美的女孩冷不丁地说：“不对，王哥为什么还在附近？”她刚刚想用蓝牙给旁边的同事传文件，结果搜索附近可共享的人时，发现了一个老王，这是王哥的手机。小美的神色变得不安。王哥不是40分钟前就下班了吗？按理说，他现在应该要么在回家的路上，要么已经到家了。但此刻按照蓝牙的搜索距离，他甚至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楼层。联想到刚刚那条短信，大家的脸色开始变得有点不好看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去厕所了？老板刚从厕所回来，厕所没人。不知道是谁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。不会那个进来的杀人狂就是王哥吧？现在就藏在暗处，准备杀了我们。一个身穿棒球衣的高大男孩立刻接话：王哥是杀人狂？那太好了，我能一拳干爆一个。这话一说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因为王哥身材矮小，体型瘦弱，换桶水都需要别人帮忙。老板说，估计小王就是把手机落在这里了，你们帮他找找，明天给他。棒球男立刻给王哥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想听铃声来判断手机的位置。电话拨通，四周一片寂静。静音了。棒球男嘟囔一下，挂了电话。就在我们打算继续帮王哥找他落下的手机时，棒球男的手机突然叮了一下，王哥发来消息，什么事？我们愣住了。棒球男愣了愣，给王哥发，你在哪呢？王哥回复，我刚到家。怎么了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棒球男气不打一处来，还骗呢？我们都搜到你的蓝牙了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他打到一半，正要发送，手机却突然被小美抢了过去。别回，这个发消息的人不是王哥。小美抬起手，指着聊天界面，你们看，王哥平时发消息从来不打标点符号，句子之间都是用空格隔开。大家全都愣了愣，各自打开手机翻了翻，的确王哥之前不打标点的。棒球男挠挠头，也许是他偶尔改变习惯呢。我思考片刻，拿过棒球男的手机给王哥发，我有2箱水果要搬回家，本来想让你开车捎我一下呢。王哥回得很快，刚才怎么不说明天吧？棒球哥松了口气，你看这句不就没标点了？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脸色同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2个刚和王哥闲聊过，他抱怨自己的车昨晚被追尾了，送去维修，这周都得坐地铁了，所以他开不了车。刚刚发消息的人一定不是王哥，而最可怕的是，上一条他还带标点，这一条就立刻不带了。这说明这个人他听得见我们说话。这个大厦新建成没多久，我们在12层，整层只搬进了我们这一家公司，其余都是空房。此刻这个拿着王哥手机的人，很可能就躲在隔壁的某间空房里监听着我们。我和小美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推论，拿给同事们看，大家的脸色全都变得煞白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胆子小，此刻已经瑟瑟发抖，他在纸上写，我们报警吧。棒球男立刻反驳他，你怎么跟警察说？收到了一条恶作剧短信，还有几条有标点没标点的微信。棒球男在纸上写，去监控室就一清二楚了。监控室可以看到王哥去了哪里，也可以看到整层楼的情况。如果真的有凶手潜伏在这一层，只要查监控就能看到他的位置。棒球男起身就要去监控室，但是突然被小美拦住了。小美用自己的备忘录打字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。的确，如果真的有杀人狂潜伏在这里，那落单的情况无疑是最危险的。棒球男有些不屑，因为他身材高大，浑身都是肌肉，只有别人怕他，没有他怕别人的份儿。然而小美已经分好了组，我们留在公司加班的一共有6人，老板、王哥、棒球男、眼镜男、小美和我。现如今王哥不知所踪，还剩下的5人里，棒球男和眼镜男一起去监控室，剩下3人在原地等候。棒球男提出，眼镜这么怂，还是算了，老板跟我一起去吧。眼镜男本来就害怕，闻言更是求之不得，一个劲儿的往后躲。于是棒球男和老板一起打开公司的门，走进了昏暗的走廊中。在小美的要求下，棒球男还拿手机连着视频，给我们实时直播他们看到的情况。走廊里黑沉沉的，我们的办公室在最北端，监控室则在最南端。过去需要穿过整条走廊，在经过楼梯间和电梯间的时候，老板和棒球哥都查看了一下，不查看不要紧，一查看，我们的心同时跌落谷底。电梯停运了，显示板上一片漆黑，而楼梯间的大门则被关上了，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同时掏出手机报警。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拨，手机里都只传来嘟嘟的占线声。我又试着发了几条微信，我能够将消息发送给小美，但是当我试图发给外面的朋友时，消息就始终显示正在发送的圆圈，有信号屏蔽器。小美倒吸一口冷气，
这个人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老板和棒球男终于到达了监控室，从视频连线中，我们也能看到监控的整个画面。眼镜男几乎是无法抑制地发出了一声惨叫。王哥，那是王哥，王哥已经死了。他倒下的位置离监控摄像头很近，而他的位置就在我们隔壁的空屋，与我们只有1墙之隔。尸体已经找到了，那么凶手呢？监控室中几十个显示画面中全都空空荡荡，整层楼除了死去的王哥和我们5个外，并没有别人。也就是说，要么这个杀人狂是个鬼魂，要么杀王哥的人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。而就在同一瞬，手机里突然传来棒球男惊恐的喊声：“老板，你干什么？”下一秒，视频连线断了。几秒钟后，走廊那端突然传来了一声重响，响声之大，让所有人都狠狠哆嗦了一下。随后，微信群里弹出了棒球男的语音，他喘着粗气：“老板刚刚突然想杀我，还好我力气大，反应也快，他被我反杀了。我现在回去，你们都还在公司里吧？”随着语音一起被发到群里的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监控室内，老板倒在地上，我强忍着恐惧，想要回复棒球男，然而小美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。棒球男在撒谎，看出不对劲了吗？我狠狠抖了一下，我明白了，如果老板是在想要偷袭棒球男时被反杀，那么他应该是迎面被棒球男击中，但此刻老板的伤口是在脑后，所以老板根本没有偷袭棒球男，而是棒球男在老板看监控的时候偷袭了老板。旁边的眼镜男盯着前方，一个劲儿的喃喃：“都在撒谎，都不可信。”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。棒球男回来了。电光石火之间，眼镜男突然打开门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小美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小美想要后退，然而已经晚了。眼镜男将她也推出了房间。接着，眼镜男重新锁了门。安全了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眼镜男隔着玻璃冲我们露出神经质的笑容。来不及了，小美拉过我。他不会给我们开门的。我浑身发软，而下一瞬，棒球男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走廊的远处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黑暗中，棒球男问我们：“你们为什么在发抖？是害怕我吗？”他露出牙齿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们又不是老板。”他扬起了手中的球棍。所以啊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难看。小美推了我一把：“快跑，我们分开跑。”我转身，不要命地朝前跑去。下一秒，我便听见棒球男也跑了起来。他的猎物是我还是小美？我穿过整层大厦，跑到了最南面。监控室门敞开着，地上躺着的是老板。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钝器的重击声，伴随着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的心骤然跌进了谷底。是小美被眼镜男抓住了吗？随后脚步声再度响起，他现在来杀我了，躲不过去，根本躲不过去，除非从楼上跳下去。等等，我知道自己该躲去哪里了。棒球男来了，拖着球棍，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要发抖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连3米都不到。走过去，快走过去！我在心里祈祷。眼看着棒球男就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你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几乎心脏停跳。片刻后，棒球男动了，他凑到监控室的显示屏前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不可能啊！我听到他低声喃喃：“难道他跑这么快，已经到厕所了？还是说他又回公司了？”厕所是这个楼层唯一没有摄像头的死角，而公司里有桌子，人可以躲在后面避开摄像头。棒球男嘟囔着走了，在确认棒球男确实已经走远后，才猛地坐起身来。垃圾从我的脸上滑落，我大口呼吸着，我赌赢了，这是我唯一能躲过棒球男搜查的办法。棒球男不会想到，这具倒在血泊里、脸被垃圾盖住的尸体不是老板，是我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忍着恐惧，换上老板的衣服躺进血泊，而真正的老板被我剥下衣服后，从12楼的窗口推了下去。看了一眼监控，我立刻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正在由大厦的北面向南面移动，准备回公司。而最南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司里，眼镜男正在试图把毛毯系在一起，变成一条绳索。我心里一动，眼镜男想跳窗，只要他能到第11层，就可以从窗户进去，然后从第11层逃生。我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一层。平缓了一下呼吸，我走出了监控室。路过楼梯间的时候，我再次试着推了推门，还是不行。2道门中间挂着一把 U 型锁，顶多只能推开不到10厘米的缝隙，人根本无法从中穿过。等等，这把锁很熟悉，我想了起来，这把锁是王哥买的。老板说公司的大门最好再加1道防护，于是王哥就下单了这种最传统的 U 型锁，今天早上才到货。为什么王哥的锁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层楼门是王哥所住的？或许自己应该去检查一下王哥的尸体。我悄悄潜回了大厦的南面，远远的我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站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望着玻璃门内。下一秒，棒球男举起了球棍，砸在玻璃门上，一下再一下。棒球男没有看见我，他的注意力正在被门内的眼镜男吸引。你宁愿掉下去摔死，也不愿意死在我手里吗？
趁着二人对峙，我飞速地潜入了隔壁的空房。王哥的尸体仍然停在那里，有2样东西不见了，一样是他的手机，另一样是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。我起身，觉得某些真相似乎在朝我逼近。然而就在我想要继续思考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眼镜男跳下去了，他的腰间系着绳索，悬挂在12层和11层的中间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慢慢的，他把自己往下放，而同时传来的是公司大门处的玻璃碎裂声。眼镜男尖叫一声，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而就在下一秒，棒球男已经来到了窗边，他飞速地抓住了绳索，手中拿出一把刀，一刀下去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他整个人从11楼窗口掉了下去。眼镜男死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球棍砰砰地砸在门上。林岩，我发现你了！我不断地往后退，一路退到角落里，只要这道门被撞开，就是我的死期。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撞门声突然停了，外面重新变得很安静。我以为棒球男砸累了，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门外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门缝往外望了望，外面的走廊黑漆漆的，没有人。然而下一瞬，我便意识到不对，后退一步，我缓缓趴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和棒球男的眼睛对上了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趴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发出了一声惨叫：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没有得罪过你，我真的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外面一片寂静，棒球男并没有做任何回答。突然，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，棒球男刚刚看我的眼神好奇怪。我趴下去，再一次的和棒球男对视了，他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半分钟过去了，1分钟过去了，他始终没有眨动一下眼睛。我意识到他不会再眨眼了，他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自己打开了门，黑色的血从他的鼻腔和嘴角流出来。棒球男像是中毒了。我来到了隔壁，玻璃门已经碎了，这里唯一多了的东西是一个饮水机旁的纸杯。棒球男刚刚在目睹了眼镜男坠楼后，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。我蹲下来，在饮水机的冷水出口旁闻到了一点刺鼻的怪味，棒球男很可能是闻不到的，他球棍上的血腥气太重了，压过了其他的味道。是谁做的？是谁往饮水机的出口抹了毒药？我拿出了棒球男身上的手机，打开短信界面，下一秒我的呼吸停跳了。12点整，棒球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收到了那条消息：有杀人狂进入大厦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但是在11点40分的时候，棒球男还收到了来自同一个号码的短信：恭喜你被选中成为杀人狂，定金已经打到你的银行账户。如果今夜除了你外，没有别人从大楼里活着离开，那么你将额外收获1000万元的奖金。与这条短信一同被发进来的是银行的短信，显示账户进账10万元，备注定金。这就是棒球男杀死所有人的理由。在收到提醒短信的20分钟前，他收到了杀人的短信。游戏开始时，他已经是个卧底。那么这个游戏中，卧底只有一个吗？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老板的手机，我看了一下，12点进来一条短信，在之前11点50同时进来2条短信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触摸到了这一晚的真相。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：林岩，你还活着？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小美。小美没有死，在离开公司的那场追逐战里，她被棒球男的球棍扫到了左臂，整条胳膊瞬间不能动了。在她倒地后，棒球男扔下她，开始搜寻我，而她强忍着疼痛，爬进了厕所，躲进了洗手池下的死角里。小美说：我等了很久，棒球男一直没有出现，附近也没有脚步声，我就出来看了看，果然他死了。我怔了怔，你知道他会死？小美说：是我往饮水机里下的毒。听到这，我神经再次紧张起来，赶紧将自己手机上的短信内容藏了藏。看来今晚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凌晨2点，楼上邻居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我好像在咱们小区看见了一个通缉犯，就是隔壁县杀了一家4口然后潜逃的那个人。然而此言一出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淡定了。1202，别吓我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咱们小区治安还挺好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通缉犯？刚才发消息的1301继续道：等我找找通缉令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群里发出了一张截图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长相。要不是下面的悬赏金额标着10万块，真看不出来这么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个通缉犯。我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，刚才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眼熟。就在咱们小区小孩游乐设施那一块，我们俩打了个照面，这一下子群里的人都炸锅了。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忍不住说话：602，这人我知道，是我们老家的，听说是他闺女被同学搞大了肚子，结果人家不认，就把人一家都杀了。就那个小男孩和他妈侥幸跑出来了，听说当时屋里全是血，他爸肠子都出来了，吓死人了。502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也太丧心病狂了吧。
她闺女不检点关人家男方什么事儿啊？402，就是现在的小姑娘都太随便了，说不定是她主动勾引的人家，谁知道呢？802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就好像你们知道似的。402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怎么别人都没大肚子，就她被搞大肚子了？群里还在吵，我握紧手机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来一阵闷响，随即寂静的走廊里脚步声慢慢响起，外面有人在走动，可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不敢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。群里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活该，我颤抖着手指赶紧打下几个字，这时候还有心思争论这个？赶紧报警啊，这可是杀人犯啊！不一会儿楼上回复了1301，报了，警察说很快就到，大家放心吧，今晚上先别出门。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没事儿的。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，窗外已经天光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拿过手机打开业主群，楼上又说话了，1301，刚才警察跟我联系了，已经抓到了，大家不用怕了，安心睡觉吧。402，这么快，感谢警察叔叔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又有人发消息了，202，刚醒，可我男朋友就是接到派出所的，他说昨晚上没接到过报警电话，也没出过警。601，会不会不是咱们接到派出所接的警？202，我男朋友打听了，昨晚上就没抓过人，这么大的案子要是给办了，肯定早就传开了。1301，你到底在哪儿报的警？其他人也跟着艾特起来。302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赶紧出来！1301。802，造谣是要进去的，再不说话我们就真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进去吧！1301。然而昨晚还积极发言的1301，这次却一言不发了，艾特许久无果。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邻居干脆在群里扬言要去找他，尤其是楼下的502，那是个光头大哥，直接就说要上来。我也有点生气，反正就在楼上，我干脆也跟着一起上去了。结果我和光头大哥刚上了半层楼梯，脚步就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。楼上的大门虚掩着寂静无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大哥咬了咬牙，走，咱们上去看看这孙子到底出什么幺蛾子。到了门口，我总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气。我刚想问大哥闻没闻到，他就伸手一把推开了门。1301的邻居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瞳孔已经扩张开来，身下的血凝固发黑，白色的墙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：等我。当天小区里好像热油进了滚水，彻底沸腾起来了。经过法医的判断，这人死了挺长时间了，身体都硬了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天下午。可是明明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，1301还在群里说话来着。小区里出了命案，人人都开始害怕了。802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开始报复社会了？现在是无差别杀人了吗？602，我感觉不会吧，因为听说当时他杀那一家4口的时候，那家里还有串门的邻居在，他也没杀人家，把人家放回去了，怎么会现在就开始随便杀人了？402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说好呢？可能就是心理变态了，想多拉几个人垫背呢。我也有些奇怪，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当时领导派我去写稿子，但是我心理素质太差，在现场吐得天昏地暗，最后领导只能找人来换我。我想了一下，给同事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同事很快甩过来一个链接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们邻居说的什么被搞大了肚子，这个小女孩很惨的，让你们邻居积点口德吧。我点开链接，瞳孔微缩，标题是14岁女孩拒绝同学示爱惨遭毁容，还配了照片，眼睛虽然打了码，却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很清秀漂亮的小姑娘。14岁的琳琳因为拒绝了男同学的示爱，男同学怀恨在心，趁琳琳放学回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掳走，带到荒地里强暴，并在其脸上泼了大量硫酸致其毁容。凶手因不满14岁无法定罪，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那个案子我跟到现在，杀人的就是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子他妈生她的时候就没了，这些年都是他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。听说那个小畜生犯事之后，女孩爸爸去要说法，结果被他一家给打出来了。他妈还带着那个小畜生去过那个女孩家里，问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杀人不对，但也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抿住下唇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杀人啊，被抓了留下那个女孩子自己可怎么办啊？同事沉默了一会儿，许久后他说道，那个女孩死了，是自杀。我把链接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就有知情的邻居扒出了楼上的身份，原来1301叫赵一强，也是个网编记者，当时他全程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邻居直接把他撰写的文章发到了群里。听村里人说，这个男孩是出了名的敦厚老实，非常腼腆也非常孝顺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叫琳琳的女生在学校就比较爱打扮，和男同学们走得很近。小编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
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老实人如此疯狂？或许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他全程都在暗示被害的女孩子不自爱、不检点，故意勾引加害人，才迫使加害人一时冲动。群里开始激烈讨论。802，这个人说的什么东西？人家小女孩被强暴了，还被毁容，到他嘴里就成活该了。我看他现在才是活该。502，现在什么人也能叫敦厚老实了，老实人实惨。402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，怎么那么多女孩就非得强暴他？肯定是他不自爱啊，说不定是他主动约人家出去，后来又后悔了，想勒索人家，结果人家受不了才给他毁容的呢。502，楼上脑子进水了吧？给罪犯洗的。602，希望你以后也遇上这种人渣，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这种话。402，呵呵，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对。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上一个这么写的人已经被杀了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通缉犯现在就不在群里看着你的发言呢？说不定今晚就轮到你了。当天晚上群里又热闹起来了，无外乎那个叫刘贵友的通缉犯到现在还没被抓到。601，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连个通缉犯都找不着，这群人干什么吃的？这时候402突然说话了，他先在群里发了一个新闻的评论截图，一个名为莫欺少年穷评论道：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了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多半是仙人跳人家没成，把人家逼急了，活该。现在的女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支持这个男的，干得好，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很明显，这个莫欺少年穷就是402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些，但是群里立马炸开了。802，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才是真的反社会，你说这话也不怕遭了报应？键盘侠竟在我身边。502， 402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发出来？402没说话，继续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200斤左右的黑胖子正坐在电竞椅上。随即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这就是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警察敲了门。402死了，他死前你曾在群里说不定今晚就是你了，请问你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？我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说话随便吓唬他的，他怎么会真死了？在看了监控确定我当晚都没出门后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警察估计也就是走程序。谁都知道杀了他的肯定是刘贵友，但让我不解的是，真正害死刘贵友女儿的那个男同学和他妈妈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不去追杀他们，为什么倒要来我们小区杀这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？我赶紧把情况跟同事说了一下，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同事过了一阵子才回，其实那个小姑娘一开始也没想死的，治疗也挺积极的，他爸还到处打听哪里植皮技术好，以后攒钱带她去整容。结果后来被那个记者把这事儿发网上了，还颠倒黑白。你也知道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好多人就去骂小姑娘不检点，活该，反正说得很难听。结果那天回来，他爸就发现他割腕了，临死前手机屏幕上还是骂他怎么还不去死的私信。他把一张照片发给我，莫欺少年穷，母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被毁容的滋味怎么样？爽不爽？我双眼发直，放下手机，怪不得他要杀了这2个人。赵一强把女孩的事情胡编乱造后发到网上，引导舆论网暴。402的私信则成了压倒女孩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女孩的父亲来复仇了。这些隐藏在网线后的蛆虫，在黑暗里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扭曲和戾气，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，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一直热闹的业主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刘贵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这些天我们小区警车来来往往，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便衣，然而他却一直没被抓到。往日晚上热闹的小区已经一片死寂了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持续的高压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，警察恨不得把所有警力都出动驻扎在小区里，势必要把刘贵友拿下。然而刘贵友又杀人了，只是这次不在我们小区，而是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片城乡结合部。他找到了那家逃出来的母子，杀了妈妈后把儿子绑走了。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，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
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。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？编这种玩笑！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。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？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。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得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。
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：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：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，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啊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
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：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，